大家好，这里是科技磁场。今天我们要盘点的是截止目前最强的10款手机处理器，或许你有过了解，但我们这次是截止 iPhone 14系列未发布前的一个完整列表排行。下面我们开始。第一名，苹果 A15， 核心数6核，制造工艺台积电5纳米 ，CPU 主频 3.23000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740，多核5000，安兔兔跑分80万加，发布日期2021年9月15日。特点，毫无疑问，目前 A15 是手机处理器中最强的存在，它的性能绝对是强到离谱，而且功耗也不会特别高。同时它还分为2个版本，唯一的不同就是 GPU 部分，满血版为5个核心，残血版为4个核心，而二者 CPU 方面完全一致，日常使用差别不大。第二名，天玑9000加，核心数8核，制造工艺台积电4纳米 ，CPU 主频 3.2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322，多核4331，发布日期2022年6月22日。特点，这也是联发科目前性能最强的芯片，也是天玑9000的升级版。相比于天玑9000超大核的主频进一步提升至 3.2千兆赫兹， CPU 性能提升约500分号， GPU 提升 10%， 全面高于骁龙8加 Gen 1。毫无疑问，这款处理器 CPU 性能也是安卓阵营的目前最强。第三名，骁龙8 Gen 1加，核心数8核，制造工艺台积电4纳米 ，CPU 主频 3.2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330，多核4200，安兔兔跑分108万，发布日期2022年5月20日。特点，这也是骁龙旗下最新发布的一款旗舰芯片，也是骁龙 Gen 1的换代升级版，由三星4纳米工艺转为了更为稳定的台积电4纳米工艺，而且它的大核以及超大核频率进一步提升，整体性能较上代提升 10%， 基于台积电4纳米工艺，整体功耗下降 10%。第四名，苹果 A14， 核心数6核，制造工艺台积电5纳米 ，CPU 主频 2.99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600，多核4400，安兔兔跑分70万加，发布日期2020年9月16日。特点，这也是苹果上一代的旗舰处理器的，虽然发布至今已经快2年了，但是它的性能丝毫也是不输安卓的旗舰处理器，它的整体性能还能与骁龙8 Gen 1和天玑9000打成平手，性能放到现在依旧是王者级别，搭载它的 iPhone 12也是备受好评。第五名，天玑9000，核心数8核，制造工艺台积电4纳米 ，CPU 主频 3.05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300，多核4600，安兔兔跑分100万加，发布日期2021年12月16日。特点，这也是联发科的旗舰芯片，在发布的时候就与骁龙8 Gen 1打得不相上下，但是它相比于骁龙8 Gen 1来说，使用体验会更好。凭借台积电4纳米工艺，它的功耗会更低，温控表现也更好，体验要好于骁龙8 Gen 1。但这款处理器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 ISP 还是比不过骁龙8 Gen 1，拍照表现比较一般。第六名，骁龙8 Gen 1，核心数8核，制造工艺三星4纳米 ，CPU 主频 3.0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250，多核3900，安兔兔跑分100万加，发布日期2021年12月1日。特点，这也是骁龙的年度旗舰芯片，不过基于三星的4纳米制造工艺没有那么成熟，导致这款处理器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严重发热的情况，尤其是在运行大型游戏高负载场景下，手机会烫手。不过抛开巨大的发热和功耗来说，这款处理器的性能还是很强的，但整体使用体验一般。第7名，三星 Exynos 2200，
核心数8核，制造工艺三星4纳米 ，CPU 主频2.8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180，多核3830，发布日期2022年1月18日。特点，这也是三星猎户座最新的一款旗舰芯片，在国内比较少见，都搭载在了韩版的三星 S22 系列上。它的性能整体来说没有骁龙8 Gen 1那么强，整体性能介于骁龙888加和骁龙8 Gen 1之间。不过基于三星的工艺，发热量大的问题还是在所难免。第8名苹果 A13， 核心数6核，制造工艺台积电7纳米 ，CPU 主频2.66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330，多核3620，安兔兔跑分60万加，发布日期2019年9月11日。特点，这颗处理器是苹果2019年发布的，当时搭载在了自家的旗舰机型 iPhone 11系列上，虽然放到现在已经3年了，但是这颗芯片的性能依旧是可以吊打不少安卓处理器的，整体性能比骁龙888 Plus 还要强一些，放到现在体验依旧不输新处理器。第9名骁龙888加，核心数8核，制造工艺三星5纳米 ，CPU 主频3.0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170，多核3790，安兔兔跑分85万加，发布日期2021年6月29日。特点，这也是骁龙上一代旗舰芯片骁龙888的升级版本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超大核主频进一步提升到3.0千兆赫兹。不过，基于三星制造工艺发热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改善，但由于主频的提高，发热反而会更严重，功耗也很大。不过抛开功耗和发热来说，整体性能也是很强的。第10名麒麟9000，核心数8核，制造工艺台积电5纳米 ，CPU 主频3.13千兆赫兹，跑分 Geekbench 5单核1020，多核3820，安兔兔跑分75万加，发布日期2020年10月22日。特点，这也是华为旗下目前最强的一款处理器了，也是全球首款5纳米 5G SoC， 相信这款处理器的性能表现与功耗，大家的也有目共睹，整体表现非常优秀。搭载这款芯片的华为 Mate 40系列口碑也是很棒。不过因为华为被制裁的原因，麒麟芯片有可能成为绝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下期我们再见。